2020年4月21日，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日出生台演习场传来砰的一声巨响，正在实弹演习的一辆石式坦克发生事故，不慎炸膛。从后续现场视频来看，毁伤效果相当震撼，车组成员3死1傷。更巧的是，就在当天，日本政府刚刚通过内阁决議，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这坦克不会就是日本要出口的杀伤性武器吧？那这么大杀伤性真不多见了啊！大家好，我是刚去桂林吃完米粉的清晨啊。我知道大家点进来不是听我搞事故分析的，而是找乐子的。这起事故乐就乐在这居然也能回旋镖。接着去年东大出口泰国的 VT4 炸膛那会儿啊，网上嘲讽声一片，气得泰国主炮手主动跟黑子激情对线，自证是自己蹲坑战撸200发打炸的，所有成员安然无恙。结果现在你日本演习炸个膛，整个车组就团灭了。哎呀，星辰我一直想找机会把自卫队抽象合集补全，但一直沒機會呀。這下好了，你們自己往槍口上撞，轉發加點讚，這就是自衛隊聽日本說。あれからもう70年以上が経ちました。もう時代に合わない条文もあります。私たちの手で新しい憲法を書いていく。時は来ました。訓練中の戦車内で暴発事故が起き、自衛隊員2人が死亡。女性の下着1枚を盗んだ疑いが持たれています。人手不足の状況が続いています。天皇陛下万歳！正所謂亞洲第一強，按下扳機聲威猛。我操，是炸膛！之前咱們就聊過日本自衛隊的水平也就是有點爛了，不然真挺好的。日本是一個能讓海自艦長在老婆開的風情店兼職做鴨，還能爆出來成為國際笑柄的國家。日本還是因拿取超定量食品（括號價值高達175日元的納豆和麵包）讓尊貴飛行員喜提違規飲食停職的國家。日本更是一個能整出二次元美少女徵兵小廣告被人狂噴露內褲的國家。再結合最近高市早苗向右猛打方向盤高調加軍費恢復大佐軍銜，這反差呀，就好比一個人天天喊着要瘦成一道閃電，但冷知識是閃電直徑可能有3米。好消息是自衛隊的抽象遠不止於此，這其中就現實的無奈又無語的醜聞。咱們先講這次特別炸膛，簡單介紹下主人公石式坦克作為一款重僅44噸的輕坦，2012年服役初，憑借穿甲強無敵、機動式無雙的牛逼，喜提亞洲第一戰車的名號。為了在有限噸位下兼顧輕量化、防護、火力和機動性，結果就是單價飆到近1000萬美元。當然了，老日自有國情在此，坦克先人手搓炮管。けども当然中を加工するのは外から見えませんので、削れている状態を想像しながらですねやっていくようになりますね。音ですとか砲身に伝わってくる振動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も見ながらやってますんで、職人の技術になってます。出品方三菱重工針對本土多山地形專門研發了先進的液氣懸掛系統，能極其穩定的射擊，不光可以靈活撅屁股，學豹二炮塔擺香檳更是小兒科。你看。最讓他出圈的名場面發生在2013年，怎麼出的呢？答：在動漫網站開幕活動上，時任首相安倍頭戴鋼盔，身穿迷彩，登上坦克喊口號拉票，然後被反對黨狂噴復活軍國主義。扯遠了。那這次是咋回事呢？有一說一啊，其實坦克炸膛不奇怪啊，強如美俄也炸，但詭異點在於這次炸膛居然神奇的發生在炮塔內部，還團滅了車組，這可是蠍子拉屎獨一份了啊！根據現場視頻，爆炸的震動直接把車載 M2 老乾媽和若干零件原地掀飛，但炮管和炮塔保持原樣。嚴格來說，這不叫炸膛，而是殉爆。經常開坦克的小夥伴都知道，這個星球上的坦克都裝了這玩意兒。炮栓，如果開炮環節你按下扳機但無事發生，你的選擇是 A 全車疏散請示上級， B 等待炮彈遲燃發射， C 打開炮栓看一下怎麼個事兒。此事在貓和老鼠中已有記載。
綜上啊，原因很簡單，大概率是坦克兵激发後，发射药没有立即引燃，然後神人车组果断选 C 秒推炮彈，然後就没然后了啊！自卫队士兵開蓋抽獎不懼炸膛，這就是成語兵不厭詐的來源。如果這事兒發生在印度阿瓊身上，我們不會覺得奇怪，笑笑也就過去了。但這可是日本吶，發達國家，工匠精神吶。拋開安全不談，小孩子點個炮仗都知道沒響，等會兒再去看吧。我不小心查了下，日本陸自操典上明明白白寫着彈藥未激發故障的安全操作流程，車組應嘗試各種手段激發3次，若無效則疏散車內多數人，等待3分鐘後開鎖退彈。離譜的是，車長還不是新兵蛋子，而是個45歲的2等公曹。我沒當過兵啊，45歲的2等公曹是啥概念呢？更抽象的是啊，為了演習，原本的3人車組還專門配了個安全員，結果喜提炸3送1。當然了，不重要啊，都不重要。退一萬步講，你都準備排除故障了，為啥4個人全擠在車裡準備打麻將嘛？反正不管哪個角度看啊，自衛隊的日常安全意識就是一坨。別急，還有高手呢。軍隊出事居然第一時間撥打119呼叫消防急救幫忙，應急能力同樣一坨。不過啊，除了人為失誤，考慮到生產商是著名的造假先人三菱重工，它的鋼鐵原料供應商神戶製鋼也是改數據先人。這起事故原因可能還存在彈藥保存、坦克維護等要素疊加。我估計不久啊，就可以看到這副明面。紅豆你死密馬塞！什麼？日本網民已經開始質疑炮彈是東大製造？好吧，那當我沒說啊。可能有人要說了，軍工不至於吧？親，建議重溫一下這一期啊。負責海自潛艇建造的川崎重工，今年剛被爆出篡改潛艇發動機測試數據，強行合格，勾結海自隊員捏造合同，謀取資金行賄等壯舉。另外，還記得去年8月的日本 F2 戰機意外墜毀事故嗎？經半年調查，今年4月，航空自衛隊終於公布了調查結果。事故原因是2021年12月的維護中，發動機內部的多個零件安裝不當。那之後沒修的嗎？恭喜你猜對了。此後的3年零7個月裡的多次檢修，均未發現故障，且未進行有效維修，直到墜機。3年零7個月啊，哪怕咱東北的大康都得1年扒一回吧，一言頂真吶，維護能力廢物中的廢物啊。然後就是本子迷人的管理，由於沒有相關工作記錄，也無法獲得相關人員的口頭證詞，因此不能確定事故根本原因。這就好比啊，砰的一聲，安倍倒下來，結果查了半年，警方宣布破案了，說安倍一定死於槍傷，還他媽用你說？事發後，空自宣布為防止檢查遺漏，未來考慮將部分沒有技術指導手冊、沒有文字記錄檢查規範，而是依靠長期流轉的不成文規則執行的檢修，以檢查表形式管理。很喜歡彈幕的一句話，別說修飛機了，我們樓修電梯都有檢修表啊！只能說不出事兒，全靠安倍顯靈了。正所謂整軍又備戰，訓練事故忙不斷，抽象一團亂。除了炸膛這類小事故啊，這些年自衛隊整出的好活比梁子身上的褶子還多，要麼是低級失誤層出不窮，要麼就學戴英搞下三路。遠的我就不提了，去年8月啊，還是在這個傳奇訓練場日出上台啊，2名陸自隊員參加偵察潛入訓練時失聯，第2天被發現時已經被閃電劈死。你別管人怎麼樣，你就說是不是悄無聲息潛入了吧？說真的啊，建議防衛省趕緊請個風水大師，看看是不是跟這地兒犯衝啊。不過很快啊，自衛隊就用行動證明責任在人。就在坦克炸膛當天，陸自第303警衛隊爆出，一名50多歲的軍士長帶着4名士官，去年9月在軍營夜間站崗期間玩忽職守。別誤會啊，不是簡單摸魚，而是直接摘下頭盔玩手機，最終被嚴肅處理，停職2天啊！剛炸完第2天，福島縣陸自訓練場突發熊熊大火，撲了5個小時才滅。事後調查發現，是迫擊炮彈落地時引燃了訓練場附近的乾草。更BBQ的是，當一名自衛隊員前去檢查滅火現場時，發現現場不僅有大火，還有熊，結果拼盡全力無法戰勝，被咬傷雙臂。
你以為這就完了嗎？2024年4月，海自馬路的2架直升機在伊豆群島附近相撞，機組8人死亡。調查發現，居然是機組人員監視不足，以及多名指揮官向2架直升機發布指令時協調不足。不是你這還有，2025年3月，陸自第12旅團開展鎖降訓練，一名突擊隊員攜帶的機槍意外滑落，當場砸死一名41歲的2等陸曹，原因不明。還沒完，2023年6月的日野基本射擊場的槍擊事件，這次原因很明，是一名18歲自衛隊員訓練時朝隊友開火，至於監督正確投彈的隊員被隊友的手榴彈破片擊中死亡，還有23年黑鷹墜落帶走中將師團長在內的10人，一連串事故讓防衛大臣幕僚長接連鞠躬。怎麼說呢？把這些離譜事故湊一塊，我估計都夠拍一期走進科學了。雖然坦克炸膛3銷，離譜事故超標，維護全是花招，偶爾跟熊單挑，但訓練嘛，出事的至少能洗一句刻苦。如果戰備水平不夠，軍紀更差，那閣下又該如何應對呢？對，軍中性醜聞。第一件讓世界重新認識自衛隊的大事，就是2023年的前自衛隊員武井李奈公開舉報性侵案，5名上司多次對其推倒猥褻，還有不少人圍觀，而他多次投訴均石沉大海，最終不得不借助網絡。面對巨大輿論壓力，防衛省不得不宣布自查，結果他們驚訝地發現，當年查出1300例類似事件。最新進展是，直到今年1月，案件拖了整整3年，以政府答应支付160萬日元賠償後達成和解，這之後重磅炸彈接連不斷。同年，前自衛隊員吉川憐憫被曝辭職下海。他曾以第1名的成績考入防衛醫科大學護理部，畢業後加入福岡自衛隊醫院服役。迎接他的不是為國爭光，而是上司霸凌。他只幹3年半就因過度壓力患上精神疾病辭職了。但按規定6年內退役需補交400萬日元學費，就這還要退役1個月內一次性交完，逾期按年利率14.5%交利息。而他服役時月薪僅20萬日元。為了還債他先是去風俗店工作，之後轉入 AV 界，一時間傳為奇聞。眾所周知，醜聞越多，曝光越多，曝光越多，醜聞更多。而当時間來到2025年，自衛隊的性醜聞更是劃時代呀。首先是駐紮沖繩的防空炮兵連隊的一名43歲中士與24歲下屬利用值班時間發生關係，多次最終停職20天。同年，航空自衛隊防府南基地的2名軍士長在基地拍同事裸體視頻並上交平台，也被停職。嚯，還有高手啊！今年4月秋田地方法院剛判處一名当地防衛官1年零6個月的監禁，罪名是他在酒吧大醉後回家路上闖入一名認識的女性公寓，偷走清洗的內衣等約6.3萬日元物品。不是軍官、酒吧、闖公寓、偷內衣，這幾個詞兒湊一塊，差點把我 CPU 幹燒了。為了體現自衛隊生活有多豐富多彩，我特地檢索了一下，一起看看2021年11月裡他們整出的大新聞。2號騷擾下屬，5號未成年性交易，9號遛鳥，15號偷拍，16號吸毒，17號毆打警察，18號給下屬灌藥猥褻，19號網上賣片，21號酒醉鬥毆，24日空自抽大麻，25號又爆出未成年性交易，29號路自抽大麻，30號倒賣軍需品，還有很多重複的我就不提了啊。You can't check up on everything. You never know what you might find. 果然日本還是放不下脱亞入歐的夢想啊！這是地緣上看沒希望了，準備先讓軍隊歐洲化是吧？最後我還想補充一點，用兵荒。2025年3月，自衛隊的實際人數只佔編制的 89.1%， 是25年來首次跌破 90%。去年內閣決定將自衛隊退休年齡再提2年，按現行規定，3等軍士到上校的退休年齡是55至58歲，這意味着將出現60歲退休的真老兵。一說東大全班在，一要當兵都不去。是的啊，沒有嚴謹的軍紀，沒有持續有效的投入，即便輝煌如日不落帝國，如今也只能衰落到跟小孩坐一桌，更不用說老齡化嚴重的戰敗國日本。此處我有一聯，上聯賣春偷拍加猥褻，自衛隊緋聞豔豔；下聯起火行賄又炸膛，皇國軍人老氣黃。與自衛隊離譜醜聞相映襯的，則是日本政府近年整軍擴武加速右轉，一個新型帝國主義的幽靈正露出
森森獠牙。軍事上，2026年日本防衛預算提到創紀錄的 9.04 萬億日元，實現14年連增。4月，內閣正式敲定修改自衛隊官階，恢復2戰前的大佐等稱謂。政府稱此舉旨在營造具有榮譽感的工作環境，以便吸引人才。4月12日，首相高市在自民黨黨代會上明確宣稱修憲時機已到。21號，日本正式修改防衛裝備轉移3原則，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隨後，自衛隊派出1400名兵力參加美菲肩並肩軍演，還進行了2戰後首次在境外發射進攻型導彈。不到半年，日本完成了從專守防守到主動進攻，正在猛踩油門。4月27號，日本就修訂安保3文件，召開首次專家會議，重點是對無核3原則中不引進核武器的原則進行修改。外交上，自高市早苗上台後，因為部署導彈一事，朝鮮往日本海狂刷火箭，因與烏克蘭合作無人機，讓日俄關係跌到冰點。3月，兩架俄羅斯圖142巡邏機飛越日本海，不斷挑衅，則讓東大的052 1個月內3穿對馬海峽。如今又在與韓國爭奪主導，鄰居得罪了個遍。據解放軍報披露，截至24年底，日本囤積了約 44.4 噸分離鉑，足夠制造5500枚核彈頭，且日本已具備制造核武器的幾乎所有物質和技術條件。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還在不斷炒作廣島長崎的苦難，一邊將受害者家屬的眼淚收錄進電視賣慘，一邊作為唯一遭受核彈攻擊的國家，卻無視家屬禁止核武器的請願書，拒絕加入禁止核武器公約。假設這樣一個首鼠兩端、餘毒未清的國家真正擁核，作為淋過雨的過來人，他究竟會希望為世界撐傘，還是撕爛所有人的傘呢？一個由戰犯後代掌舵的輪船，即便此刻風輕雲淡，他們也會不顧一切的扯爛風帆，最終再次為自己博來一個賭徒注定的結局。